接下来我们会在2个场景下分别去体验这2台车它们的底盘舒适性还有运动性表现到底怎么样。啊，现在第一个场景呢就是烂路，这是一条非常烂路，有很多的坑，生活中可能都比较难以遇到。啊，我们看一下这2台车它们的底盘滤震、舒适性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我们先从这一台智界 S7 开始，然后准备出发，我们先慢速的体验一下。首先第一感觉就是这一台车它的底盘支撑性还是比较强的，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经常说了，这台车它的底盘调的比较运动，然后它的底盘会偏硬一些。其实这种硬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去理解，首先它不是那种硬碰硬的生硬的感觉，而是有那种很强的格局感，就像是2块砖头你碰在一块的时候，中间是有一个缓冲垫去缓冲这么一种感觉。你看过这种坑洼的时候，其实车身和地面的格局感很强，但是因为它的支撑性是比较好的，所以你还是会觉得车身的晃动明显一些，然后稍微有一些颠簸的感觉。好，这台车它的底盘调教，我觉得和特斯拉 Model 3是比较像的。我真没想到，智界会把这台车做的会非常偏运动的一个取向。OK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它的底盘是不可调了，然后底盘高度相对也会比较低一些。刚刚我们过坑洼的时候，稍微能够蹭到一点底盘比较低。第3点就是这台车的底盘整体性很强，没有任何松散的感觉。当然如果你要说日常开舒适性怎么样了，我觉得除非是有这种连续的大坑洼，然后车身会比较弹跳多一些。如果你这种缓慢的是偶尔遇见坑洼或者减速带的话，应该我们缓和一点。所以这台车还是挺舒服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台车的底盘是有高级感、有格局感的，但是它的调教会相对运动一些。新纪元 ES 的空气悬挂，它的高低软硬都是可以调的，在这个个性化设置里边，点2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走这个烂路的话，我们先调到高位，然后悬架舒适度的话，我们先从柔软开始试一下，好吧 ？OK， 悬挂再调整。好，已经升起来了。OK， 走。确实挺舒服的，它这个滤震好柔啊，而且像这种路面有空气悬挂的优势在哪？就是能够把你的车身高度升高之后呢，你走这种烂路都不用担心磕底盘什么的。这个舒适模式下稍微有一点忽忽悠悠的感觉，可以不错。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悬挂硬度调成标准，看看有什么区别。其实标准模式下跟这个较软模式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稍微会硬那么一丢丢，然后它悬挂压缩的行程好像稍微短了一些，整体还是偏舒适的风格。我再来试一下这个较硬，好吧？这下风格区别就比较明显了。在调到较硬的时候呢，它的悬挂行程好像更短了，然后给你的反馈更直接了一些，路感很清晰。但同时它的支撑性也好了很多，就是它左右摇晃的这个程度一下小了很多。这个确实比智界的底盘要舒服很多。空气悬架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啊。